新賽季心魔六耳來襲，簡單粗暴的英雄，超远距離2棍就能秒擊，操作看似簡單，實則技能隱藏很多機制，出裝名為很有說法。這期邀請了廣州 TCG 小胖 FMVP 冠軍打野，用他擅長的頂級野兒和戰野的思路，指導這期六耳免費的課程式教學，包括技能細節、出裝銘文、連招思路、打法思路、打團技巧。視頻很長，那你看完視頻搭配思維導圖的方式，雙管齊下，讓你徹底學會六耳。新賽季領先別人一步，拿到屬於你的戰力標。思維導圖一鍵3連後，可在評論區自取。OK， 那麼我們話不多說，開始教學。我們先從技能開始，被動跟孫悟空一樣，天生自帶20%暴擊率，而150%的暴擊效果，同款的回城的筋斗雲，還有孫悟空一樣的使用技能會獲得強普，但是六耳的強普是打出4段平 A， 結束後可以控制方向移動一段距離。如果你松開方向盤，它则會留在原地，並且有個新機制，可以用普攻命中和技能命中獲得能量，最多60點，一次普攻行為4點，一二技能命中15點。能量越多，技能的技能範圍和普攻距離會變長，最多25%。冷知識點滿以後和呂布的普攻距離一致。一技能類似三起的蒼蠅拍，砸中敵人會獲得能量，造成高額的傷害並恢復血量，附帶0.5秒的暈眩和限定效果。限定效果會讓敵方減速，同時視為普攻行為，可以觸發裝備的法術效果。如果打野怪，則會回復量減半。二技能逆棍，按住蓄力可以撑杆獲得浮攻效果，並且持續獲得能量。這期間會有一個指示器，我們可以通過滑動來選擇二技能的範圍，造成傷害和一技能同款暈眩加限定的控制和普攻行為。蓄滿的時候會自動釋放，也可以在蓄力的時候直接取消不砸出去，返還20%的 CD。大招對敵方英雄開啟後，現在沒有淨化效果，只有前搖有霸體效果，可以領着控制強行釋放，釋放後進入無法選中，會在範圍打出5連擊，前面4擊不視為普攻行為，並且會在範圍內隨機命中敵方英雄。最後一擊會根據移動輪盤的指令釋放視為普攻行為的強力一擊。這個強力一擊，如果你超過30點能量，就會消耗你的能量，消耗30點獲得一段擊退效果，滿能量60點就會獲得擊退加擊飛的控制效果。OK， 技能介紹完畢，開始細節繼續。1. 筋斗雲是提高上限的神技，玩過猴子都知道筋斗雲有多好用。沒狀態用筋斗雲回家補血，回城的速度是逐漸加快的，比按回城鍵的速度還要快。筋斗雲還有一個卡牆的特性，能當做一個額外位移使用，不用等筋斗雲完全飛過牆體，在強中心的時候就可以用移動和普攻或者技能3種方式強制打斷筋斗雲，提前位移到牆的另一邊。前期清線刷野的時候，可以用筋斗雲的技巧加速自己的發育，比如說刷到自己家雙猪的時候，手裡沒有二技能用來位移穿牆了，這時候筋斗雲就派上用场了。4秒的 CD 可以說完全沒有什麼成本。后野反野的時候，也可以用筋斗雲快速回到自己家的野區，保證自己的刷野速率快了一步。杀完人狀態不佳或者帶線的時候怕被包，也可以用筋斗雲撤離。筋斗雲用得好，甚至還能用來繞後，不過主要的還是上面這個情況居多。2. 能量條，它的掉落機制和老夫子這種拖戰掉落不同。即使你能量滿的時候再挨打，能量依舊會掉。六耳的能量掉落機制是满能量後除二技能外，持續4秒沒有通過普攻命中和技能命中，再次獲取能量就會在4秒內全部掉完。這裡二技能是個例外，就算我們點擊它也是有蓄力的，所以就算空放依然可以保持能量。所以平時要注意好，通過附近的單位用平 A 和一技能去蓄能量，這樣的六耳做的能力會更強。如果附近没有单位又怕空放二技能會浪費，這時可以利用快速取消二技能，同時獲得1點蓄力的能量來保持我們的滿能量。在中後期 CD 起來，取消二技能就3秒，通過這樣去保持好能量，來讓六耳的技能距離更長，發揮它手長消耗的優勢。3. 強化普攻，釋放的時候可以用任意技能打亂強普，釋放強普算作2次普攻行為，前面3段算1次，最後1段算1次，可以觸發2次裝備的法術效果。同時前3段的強普跟普攻一樣，都是屬於半圈的很少，比其他近戰多很多的攻擊範圍。第4段更是一個圓圈的攻擊範圍，身後的單位也可以打得到。不同於宫本不吃攻速的強化普攻，六耳的強化普攻是吃攻速影響的，攻速越快，施法速度越快。結束後的一段位移受移速影響，移速越快，距離越長，並且這段位移可以穿牆。比如說沒出血之前，過紅區的後牆需要卡角度來過，出了2級血之後，過這個後牆就輕輕鬆鬆了。我們平常也可以在打出強化普攻的時候，在連當中加上寒冰懲戒，偷取移速來讓位移距離更遠，來讓我們更好的穿牆、逃跑或者追擊。這個位移是玩好六耳需要開發的重要技巧之一。打架的時候利用這個移速拉扯規避傷害，追擊敵人，做到團戰游龍。平時刷野清線的時候，用這個位移拉野怪，收野的时候更快的往下一步去規劃。並且我們使用技能後，這個強普是可以空 A， 可以用來穿牆跑圖，需要比較高的熟練度。熟練掌握以後，能提升不少的發育速度。也可以空 A 或者小兵当踏板，利用這段位移出其不意，快速截停敌人，讓對面反應不過來。除此之外，強普還有一段隱藏的特性，
強普的攻擊距離存在差異，前面2段的攻擊距離和普攻的攻擊距離一致，後2段的距離會越來越長。可以利用這個特性，在前2段強普打完的時候向後拉扯，或者後2段擺平對面短手的狀態，最大化第3段、第4段的攻擊距離的優勢。6的強化普攻還有擁有優先級很高的脫手特性，類似於大師命的脫手普攻，實下來可以無視包括吸食牽引，還有冰凍在內的大多數控制，甚至連自己的回城和筋斗雲都不能打斷強普，只有繳械和壓制，還有自己的技能才能打斷。所以可以在這段強普打出來的時候，秒點技能讓他快速前切，不用等他第4段的位移，來達到快速打出傷害的效果。還有6的強化普攻打出去以後，如果沒有打完完整的第4段，就會丟失攻擊目標，會快速跳過普攻階段進入位移階段，位移階段則是變成了超級位移，不僅速度更快，並且距離更長。這個是很重要的機制，可以幫助我們在追擊敵人空掉強普時增加追擊能力。也可以利用這個特性，在野外小兵長血的時候，多用技能懲戒墊前置傷害，用強化普攻去補尾刀加速趕路，也可以用這個特性去當做一個接近敵人的手段。踏兵踏野超級位移去打新手，對面很難反應過來。4一技能，它的傷害由基礎數值加 1.5 的 AD 加成所構成。這個 1.5 的 AD 加成是可以暴擊和吸血的，例如宗師兵脈這些普攻特效裝備都是可以連同技能釋放出去的。掰到後期一技能砸碎皮2-3千暴擊是6耳核心的輸出技能，所以我們是主1副2的。加上一技能的冷卻比2技能強一點，一般我們2-1打完一套，下一套2-1如果我們主1技能，它就會很絲滑的銜接得上。同時它實際的輸出速度和實際的控制生效速度是比動畫速度更快的，棍子還沒落地，傷害和控制就已經打出來了，並且一技能的施法距離在點滿能量調後很遠，可以卡末端去打人，來達到一個手殘消耗的作用。5二技能，技能的 1.2 AD 加成跟一技能的效果一樣，可吸血、可暴擊、可觸發裝備特效，然後浮空效果和施工陣來消貓咪的浮空是一樣的。浮空可以幫助我們規避非指向性技能和近戰的英雄的普攻，比如說呂布的大招，我們就可以利用浮空來消耗他們的大招時間。2技能玩得好，除了元坦這種少數有指向性技能的近戰角色，大部分的近戰角色只能在下面乾瞪眼，是能克制很多近戰英雄的。注意，前面提到過，2技能的浮空是要在短暫時間達到直擊後才能觸發的，意味着浮空不是無前搖的，如果抓不好時機，還沒起飛就被打下來了，2技能會被打斷，直接進入 CD。打有對浮空反制手段英雄的時候，也不要太浮空時間。同時，我們釋放的時候，2技能直系的原點才是釋放2技能的實際落點，可以把射己的位移碰撞騎士打開，會有助於幫助我們判斷2技能是否過強。還有6耳自帶的紅色圓圈，就是2技能的極限傷害距離，我們能量值增加，它也會隨之增加。只要對面在我們這個圈範圍，依舊可以像一技能一樣利用末端去消耗，我們就可以快速滑動釋放，利用滿能量的2-1A後拉連招，就能在很遠的距離摸掉對面很多狀態，而且2-1都帶控的，對面想還手都還手不了。後期的2-1甚至不用接強普就能秒掉碎皮，而且2技能還有個細節，你不必2技能釋放完才釋放1技能，只要你手速夠快，用完2技能立馬用1技能，它就可以空中釋放1技能，打出快速傷害的同時，讓0.15秒的暈眩完美銜接，達到1秒暈眩的控制效果，並且也很帥。還有你個人貼近或者刷野的時候，快速滑動2技能很容易翻過去，導致2技能空。這時你選擇滑動調整又很慢，而且也不濕滑。最優的解決思路就是通過點按去釋放，讓2技能自動鎖敵血量最低的敵方英雄，這樣就可以貼的時候也可以快速釋放。但是有個弊端，如果血量最低的英雄不是你要打的英雄，點按就會對他鎖敵，以致你身陷險境。所以血量最低不是你想要打的，還得去滑動釋放。還有一種情況就是對面有位移英雄，我們2技能是有抬手的，也可以通過預判他的位移方向去釋放，這樣就不容易被他位移躲掉。並且2技能跟強普一樣，它的施法過程是不會被控制打斷的，就可以用這個來抵消敵方的控制技能。同時2技能都有探討的作用，利用末端的傷害去探討，或者我們加上強普和猴子同款，對草裡空放就打出无目標的空放傷害。6大招一般是追擊1-2技能真空區或者被控的時候保命的時候才使用，不適合作為一個先走進場的技能。釋放後的4連擊和上网兒的大招的鎖敵邏輯類似，在範圍內只有一個英雄時會鎖敵一個英雄，一旦鎖敵都會跟着他移動去移動。大招範圍內有多個英雄會隨機鎖敵，打完4連擊後的最後一擊傷害很高，也視為普攻行為。但是由於前面的4連擊鎖敵過於隨機，在人群中的最後一擊，我們輪盤如果要追擊，就往敵人方向移動；要拉扯或者逃跑，就往敵人反方向去移動，這樣可以控制最後一擊的落地方向。並且3技能的最後一擊可以被1-2技能打斷，因此我們在用3技能保密不好操控作為最後一擊方向的時候，可以主動用2技能打斷最後一擊，用來逃跑。打斷後也可以返還30%的大招 CD。還有一種情況也会被打斷，并且返还 CD， 就是大招期間目標陣亡，附近沒有目標了，就會自動打斷。還有可以利用它無法選中的特性，越塔的時候我們先手，再利用大招無法選中換隊友去砍塔，這樣越塔就很舒服了。了解完技能，想必大家已經發現了，6耳是一個標準的野核的戰士英雄。那麼對於這方面，那就不得不提到在職業比賽上，
一夜合合，戰也無限償還的 FMVP 冠軍打野 TG 小胖。那麼就有請小胖老師來根據六耳的技能來搭配他的出裝铭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TG 小胖。了解完六耳的技能，我们的出装都要保证六耳的刷野速率，来讓它快速發育。它的技能特性可以搭配2種不同的出裝思路。首先，前期的紅刀和冷卻鞋是不變的。前面提到過六耳的攻速收益，出攻速鞋確實可以得到一些手感上的提升，但是不明顯。加上攻速鞋是按平 A 鍵來算回血的，我們的強普的2次普攻行為也只有1次回血，1、2技能沒有回血。六耳是一個比較吃技能輸出的英雄，冷卻對比攻速的收益更高，冷卻堆起來釋放1技能回血的頻率更高，也能一定程度上平替攻速鞋被動，解決續航的問題。第一套是暴擊暴力流，適合對自己操作自信能打出這個英雄上限的铭文帶7引力3柔脆10鷹眼10無雙，無雙能提供大量暴擊效果。猴子的同款被動，讓我們在带滿暴擊效果铭文的同時，暴擊效果不會溢出。藍色帶3個奪萃夠用就好。六耳的跑圖速度並不算快，相當一部分跑圖速度在強普的位移上，而這個位移速度又吃我們的移速，本身移速也能增加我們的跑圖速度，因此藍色铭文的選擇能多帶點移速就多帶點。同時，猴子有高額的物理加成，引力的收益是比狩獵高的。我們選擇7引力3奪萃。3奪萃的續航也剛好夠了。第一件出無盡，無盡暴擊轉化爆傷的被動，特別適合天生帶暴擊的六耳，加上我們帶的10無雙，能最大化無盡的收益。無盡一出就是第一個強勢期，不是逆風的情況下，只要2技能命中，基本單挑打得過大多數打野。2A1 出暴擊能秒 C 位，第2件出宗師，宗師能幫助我們將雙爆堆到一個舒服的面板，其餘的攻擊、攻速、生命及宗師被動的移速都是六耳需要的属性。丢出1、2技能的普攻行為是可以觸發宗師的，在出完宗師以後，可以多去空放1、2技能卡雙宗師，2技能打出1發宗師，1技能再打出1發，如果此時還暴擊了，爆發會非常的高。在出完宗師以後，虎足穿透、黑切碎銀錘2選1。屬性都算和六耳適配的，主要看對面的抗性高不高。大部分出黑切，如果對面一堆抗性高的大肉，就連射手都出了物抗鞋和不祥，那就選擇碎银錘。如果這時出黑切，就可以切換鞋子了，看陣容出抵抗鞋或者護甲鞋。想單挑打得過一些邊野英雄就出護甲鞋，碰多就出抵抗鞋。在這以後升級我們的大野刀。最後一件末世技能有 AD 加成可以吸血，加上技能都有普攻行為強普2次，可以很好的用末世去打出更高的傷害。最後一件，如果是操作比較自信，可以秒換裝，就把鞋子換成破軍隐刃霸者，打架的時候再秒換破甲，傷害会更高。出破軍爆发秒刃能力更強，出隐刃可以增加手感、機動性和打大肉的長線持續作戰能力。出霸者容錯率高，大招無法選中的時間是我們換鞋的一個好時機，可以打起來再換。出哪個取決於對局的情況和個人的理解。因為整體的出裝偏暴力，容錯率比較低，前期偏發育，不打死架，出到一定的裝備才是我們的強勢期。中後期主要靠技能來打傷害，要注意距離的把控。這套裝備是比較契合六耳技能機制和定位的一套裝備。第2套半肉黃盾流，舍棄暴擊，利用猴子技能是普攻行為的特性，用技能去打法球效果的思路，打對面脆皮刺客陣容的時候很好用，或者你家陣容沒有前排的時候，如果你對自己的操作不自信，想利用裝備容錯來保下線的情況都可以用。銘文上我們把10無雙換成11變隱匿帶滿不帶奪萃，更穩定的輸出。選擇前期用1技能加上1、2技能的控制和強普的控具是可以解決的。等出第1件黄盾就可以續航很舒服。我們的2A1A 連招能觸發2次黄盾，傷害能力也不俗，被開到也不怕被秒，也可以去先手打第1套，利用大招的特性去吃傷害。能抗能打，單挑的情況2技能只要不空，強度也是很高的。然後升級紅刀，紅刀的3種屬性都契合六耳，暴擊流是有无盡宗師的存在，他才選擇後出。我們這2件的聯動，大紅刀就得提前出。這時我們小件先做有 CD 的隕星，然後就可以切換抵抗鞋或護甲鞋來提高坦度。大紅刀搭配隕星和蓝瓦夫是足夠滿 CD 的，然後隕星合成黑切，黑切加黄盾的組合做出來以後，正面打架能力是很強的。第5件出血手，六耳的强化普攻可以觸發2次血手的法球效果，血手也能和黄盾联动，都有生命值，能加成對方的被動。血手的護盾也能提供不錯的容錯率。最後一件裝備是很靈活的，從爆裂、紅蓮、魔女裡選，首選爆裂，爆裂的被动增傷很契合黃盾和血手的被動傷害，移速加成也能搭配六耳本身的被動，進一步強化六耳的机动性。对面法伤多就出魔女，假如說是多法師发育
育特別良好的情況，我們魔女提前在黑切或者血手這個格子出也是合理的。法傷不多，且對面有高回復就出紅蓮，紅蓮能讓我們的單挑高回復英雄時佔優勢。在自家法師不在的時候，我們也可以承擔部分掛重傷的職責。這種半肉出裝我們的容錯率會很高，因此可以去更改我們的輸出方式，去利用強普擦邊貼身打傷害的打團充當一個攪屎棍，沿着 C 位干擾 C 位的輸出。這套裝備的傷害也不低，並不是說我們出一個就一定只是一個能抗傷害的沙包，單切 C 位還是沒問題的，讓傷害不依賴暴擊，也有穩定的輸出，就讓20%的等於增加 1.5 倍的額外驚喜傷害就行。第三套是在7引力3夺萃10鹰眼11變。面對戰士野爆發不高或者对面彈野的情況，我們選擇先出暗影戰斧，然後出大紅刀，再去出黃盾，然後後面的裝備是一樣的。帶着3夺萃就是為了彌補前期沒出到黃盾前的續航，裝備是一樣的，但是出装順序不一樣，會讓我們前期的傷害更高。大家可以根據自身的手法和不同的对局強度、不同的陣容去按選擇的需求是最好的。感謝小胖老師的出裝分享，3套出裝足夠大家吃得飽的。我們接下來繼續講六耳的連招和打法思路。六耳不論什麼出裝，在前期的連招思路都是一樣的，在冷卻和技能等級沒起來前，都是要技能銜接強普去打傷害。使用2技能起手的2A1A 連招，如果明顯傷害不夠，還要在強普之後下個技能之前加上平 A 補傷害。對面是近戰爆發高的，可以走過去利用1技能和強普手殘的優勢打動態騙技能，用2技能規避掉對面的爆發。觀察敵我狀態，決定2技能是進還是退。到了中期，技能 CD 和傷害都起來了，可以打一套 1A2A 開大，或者 1A 開大，然後2E技能又好了。如果是暴擊流出裝，就可以看情況捨棄掉一些強普，用空 A 位或者踏冰踏野等技巧去決定敵方。用 A 連招的打傷害，技能為主，強普為輔。強普用來拉扯對面，等到收割時再利用強普位移追擊。如果是半肉流的出裝，沒條件打強普就2E，有條件去打強普我們就去打。有身板容錯帶是可以多攤一點的。對面被打成大殘沒技能落荒而逃的時候，就開大追人。搖桿調整方向進行追擊，追擊距離和傷害夠的情況下，可以用強普或者1技能收尾，2技能拿來退場。如果是被迫開大，我們就用2技能取消大招第5段，或者第5段用出後，看情況2技能用浮空躲避近戰，還是快速用2技能再去打出一道爆發，還是2技能拉開等下一套技能。連招就這幾種，還是很簡單的。打野最重要的就是思路還有刷野技巧。六耳你如果用好強普和筋斗雲，加上2技能的位移規劃，在刷野速度上算得上快了一檔。在開局想要刷野快，就得用技能刷双野。先說藍開的情況，1分鐘就可以摸紅，兼 A1A 滑步到藍，拉到極限仇恨範圍，也就是 C1 和藍的中間。追求極限速刷不怕對面搶野的，可以35秒前加成劍，然後等1技能差不多好，升位去和藍 buff 重疊，同時1技能打到2個野怪。在11塊進入破綻的時候，馬上用 A+2 打亂破綻，再慢慢邊 A 邊往雙藍靠，打完再走2步，剛好2技能好，再用2A1A 打完滑步去打雙珠。這裡講講前期的暴擊對我們刷野流程的影響。暴擊少的話，打雙藍和雙珠都是需要補多一個平 A 的。由於第2個強普位移是要用來滑步趕路的，所以得保證強普用來收尾。研究了個技巧。我們在2A 這一段，如果打大藍或者大豬暴擊多，正常去打2A1A，如果沒有就2A1A，不堵後面的暴擊來保證我們的刷野流程。然後我們刷完收住後，利用強普滑步去紅背，貼着牆，用筋斗雲卡牆，平 A 秒打斷，紅刀可以買就秒買。如果筋斗雲卡牆失敗了也沒關係，就等1秒2秒的 CD 再過牆的區別。出野區的時間會根據我們的運氣存在浮動。正常來說，我們1分05秒就能出野區。再說到紅開，速刷3野的開局，刷完紅往豬那邊拉，刷完雙豬一般會消耗掉我們的2技能位移，那就用筋斗雲快速去打紅，打完紅順着刷到藍區，先刷雙藍，快速打野刀，後刷藍 buff 和 C， 這裡依舊可以去利用我們藍開的小技巧去同時打2隻野怪，讓我們快速出野區，大概6野1分11、12秒就可以出野區了。以上是常規不反野的開局思路。有了陣容，比如我們周邊強勢，我們是可以利用筋斗雲去偷野的，可以去偷對抗路的野區。首先開局偷野一定要買鞋，然後出門換鞋來白嫖移速，讓我們偷野可以走得更快。如果對抗路是在上路，先不要學技能，走到龍坑沒人，22秒提前釋放1技能，空圍過牆。沒人發現就正常把紅刷了，往豬那邊拉，然後觀察對面中輔的動向。對面中輔沒有發現我們，就把豬也收了，用2技能位移 2A1A 打雙之後再筋斗雲去打藍 buff，然後就快速刷完藍去3野。六耳你用好技能技巧，刷野是很快的，等於反完2個野再刷3野，還能來得及吃第2波中路線。連老虎都未必比六耳這樣刷得快，偷完野區能正常把自己家的野區刷完，已經算是一個小順風開局了。第2輪野區，對面的中輔只要有意識過來反手，就不是很好控，我們就不要強行去控野區了。反之，對面給機會了，掉點狀態了，我們可以利用我們知道他野區刷新的大概時間，再去反野滾大雪球。如果是偷藍區，就直接走過去，發現有人就跑，沒人就拉到草裡偷掉。
然後繼續2技能位移打雙藍，利用2AA1A 就可以打完，打完使用筋斗雲回紅區，然後到豬的時候利用2技能打斷筋斗雲去打豬，也是2AA1A，邊打邊拉扯到紅貝那裡，然後利用筋斗雲過牆打紅 buff， 打紅的時候邊打邊拉扯到猴那裡，打完吃中或者刷藍區。這些刷野和偷野的細節，我們研究優化了大概100次，基本就是最優解了。大家可以去訓練營去練，還是可以掌握的。接下來的思路就要認真聽了。正常我們玩打野巔峰賽，選擇發育路開還是對抗路開，都要看邊野強度的。邊野打得過的情況下，現在發育路開去控對抗路傳正收益穩定。4分鐘後的出野區強度，目前滿分10分只能給到6到8分，強度跟孙悟空一樣吃暴擊概率。如果剛開始有人不懂六耳的技能，或者反應慢，被六耳的浮空騙了很多技能，那麼六耳出野区去邊野2打2強度就很高，浮空是很克制很多近戰的。我們只需要1技能新手接強普，他反打我們就開2技能浮空，如果躲掉一些技能，再2技能反調節強普，然後再用大招規避一些傷害，它的強度是很高的。還有一種情況，發現他們打野是錯開的情況下，我們对抗路拿到優勢是可以考慮2打1越塔的。我們先手利用大招規避塔山的特性，是很容易越塔拿到節奏的。在體驗服和搶天服，我們都是屢試得手的。如果是敵方知道六耳的技能的，等你交了浮空再交技能和你博弈，我們是打不過一些凱、雲英這些強度超高的一檔，得去正式服的頂端局才可以確定他出野區的強度的具體評分。具體的大家根據分段和英雄去進行判斷，一定要判斷準確。如果打不過的情況下，不要去硬打。六耳是很吃發育的，正常出到第1件大件才是他的強制期。打不過我們選擇避開邊野對抗，選擇對抗路野區開的思路或者偷野的思路。如果這時你分段不高，或者對面發育路的強度是大於你方的，你可以選擇对抗路開速刷去抓發育路。但是你分段高，發育路不好抓，或者你本身發育路是優勢，那你就可以選擇紅區視野吃中，藍區山野，然後再吃雙豬再去吃中，不抓雙邊的思路。這時你感覺龍團打得過就發育路野區開，打不過就對抗路野區開，方便4分鐘的龍點去開主宰，去打中軸的節奏，發揮六耳清線前籃特性，讓它快速發育。還有一種就是你邊路或者發育路很弱的，大概率藍區赤甲被对面反的情況下，你藍開刷區域去把這個赤甲打了，然後我們再利用筋斗雲去打雙藍，再去吃中也是可以的。但是這種有個例外，我們慢了一點，如果那種分段不高，中路不會等你，它快速清線的情況下，我們就吃不到中路，我們就照常去刷野區發育就行。只要六耳能發育起来，不是很大的逆風節奏是可以發揮的。同時我們也得多注意对面的野區刷新時間，只要他刷新了，然後他沒有速刷跑去其他地方出節奏，我們都可以偷掉。我們刷野速率很快，加上筋斗雲風險很小，被發現能走，通完筋斗雲回去也很快，這樣就可以發揮六耳的特點。按照規劃的思路，如果是順風能開暴擊就優先去開，開不了置換主打也可以，只要發育到5分鐘左右的節點，我們基本可以做出我們的第1件大件，並且等級達到9級。這時是一個小強勢期，如果是順風的情況，可以組織隊友進野區，發揮六耳強勢期的優勢，去野區打掉滾到雪球。如果沒有隊友配合就發育，去打野的另一邊半途也是可以的。到了後期順風的情況，10分鐘暴君刷新要優先拿暴君，拿完再去打推進節奏。如果隊友沒去帶線，那我們就有去處理兵線，再去正面利用手殘消耗對面。如果有帶線的戰兵，我們可以把帶線的職責交給他，我們靠隊友去打推進節奏，配合隊友推塔，利用對面要守塔的心理，先用2-1或者2-A 強普拉開消耗一套，等對面消耗的差不多，再一套2-1A 就可以先守越塔，然後利用大招無法選中重置塔山，讓對面人塔都接吃。順風只要六耳發育成型，经济碾壓是很恐怖的。2-A 一套可以造成很刺激的視觉衝擊。如果是逆風，就要多以守野區為主，對自己手法自信的，可以吃隊友的線快速發育，利用筋斗雲去帶線截線，爭取自身有良好的發育，然後再組織隊友守野區，守不了野區的就不要在正面了，對面直接反手開很容易炸的。我們換個思路，利用筋斗雲的機動性去置換兵線或者對面野區發育，或者利用筋斗雲找位置等對面越塔或者柔術差去繞後切息。以上就是六耳的全部教學了，感謝你耐心看到這裡，請不要吝啬你的1鍵3连，可以把它分享給你喜歡玩打野的朋友，也記得去看思維導圖鞏固一下支持點。最後感謝小胖老師在訓練賽結束後抽空過來指導交流。六耳相比於孫悟空還是有機會上賽場的，期待我的胖皇可以用六耳無限猖狂，吃得飽飽的，用2棍在職業賽場峽谷帶飛，拿下比賽的勝利。後續還會更新六耳的全局教學，小胖老師的直播六耳全局，還有他在比賽的節奏教學。有興趣的可以關注全能一達這個號，後續會更新全位置的英雄的免費課程式教學，也會在這個號直播中六耳的國服。我們下期再見。